爸，外面下这么大雨，你明明可以派人过来，你干嘛非要亲自跑一趟？爸爸是土生土长的芦花村人，村里的扶贫项目是爸爸呕心沥血10年完成。今天是落成典礼，爸爸一定会去剪彩的。哦，对了，可心，以前让你做的奖学金……哎呀，放心吧，爸，我已经以您的名义近10年来已经资助了数百名贫困生了。我不是给您看过他们的照片吗？你忘了？想起来了，里面有一个叫方圆圆的姑娘，对，挺机灵的，是个人才。以后你就叫她到公司来上班。好。董事长，发生什么了？董事长，车胎好像爆了，走不了了，我得找人修一下。原本还有多长时间到芦花村？还得要10分钟。不行，来不及了，我们走。哎，爸！葛大爷，您说下这么大雨，秦董事长该不会不来了吧？哎呀，丫头，别急，再等等，再等等啊！我去村口看看吧。王书记，咱们再等等啊！小心！哎，董事长，董事长！爸，你别吓我！快叫车，快叫救护车！好。爸，你为什么一定要救我？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对。爸，惩治我吧！快送我们去医院！董事长，秦叔，芦花村的事就交给你了。好，大小姐你放心。还有，最近是秦氏集团的关键时期，在我爸醒之前，一定要封锁好全部消息。好。大小姐，自从上次事故发生以后，董事长就已经昏迷了整整3年。这3年里，集团上面都已经封锁了消息。不过幸好有大小姐掌舵，现在集团即将上市，还做到了市值100亿。不，我只是希望爸能在醒来的时候，看到他的基业还在。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老人家交代。对了，大小姐，明天还是董事长的生日。爸之前最喜欢热闹，这3年来，这个家冷清的像个冰窖。这样吧，给老爷子办个寿宴，传个喜，说不定他一高兴，人就醒过来了。大小姐的意思是通知集团？不，就在家办吧。最近是公司上市的筹备期间，我希望爸的事继续保密。那就在家里办吧。简单一些。明白，大小姐，我这就去办。各位把手上的工作都停一停。我今天来呢，有一件大事要宣布。你谁啊？这里是秦氏集团的高管会议，你怎么混进来的？放肆！整个秦氏都是我的，你就这么跟你的老板说话吗？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赶紧给我滚出去，否则我让保安把你扔出去！给你脸了是吧？你有眼无珠。今天我来公司呢，就是想宣布一件事情，明天就是董事长大寿。大家如果还想在公司混下去的话，就乖乖听话。董事长过生日啊，小秦总没有提到过这个事儿，公司也没有发过邮件啊。难道是什么新的骗术？董事长都已经3年没露面了啊！你说董事长明天过生日，你把证据拿来。我今天来就是亲自代表董事长过来通知这件事情，你们还敢找我要证据？各位也都是秦氏的老人了，明天过来参加寿礼，贺礼可别太寒碜哦。帝王绿翡翠、LV 包包、玛莎拉蒂，大家商量好，可别重样了。哦，对了，
礼物是礼物，红包是红包。过来扫码，不得低于6位数。你真的是见了鬼了！你凭什么替董事长在这里发号施令啊？还敢在这里公然索贿？就是，保安，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给我赶出去！我看谁敢动我，还敢问我凭什么？就凭我这肚子里怀的是董事长的孩子，凭我是集团的女主人，这个理由够不够充分？董事长夫人，这怎么可能？看他的样子，不像是假的，难不成是真的？你们不过是秦氏养的高级牛马，见到你们主人还敢放肆，信不信我分分钟把你们赶出秦氏集团，全行业封杀？你说你是董事长夫人，你空口无凭，我们凭什么相信啊？哼！董事长平时总劝我低调，你们不认识我很正常，但是这个你们总认识吧？这是集团公章，确实是货真价实的集团公章。难道他真的是？真受不了你们一帮大男人还婆婆妈妈磨磨唧唧的。真想知道，明天去寿宴，自己去问不就知道了吗？好，我们明天一定准时到。是。哎呀！哇塞！哎呦！哎呀！哎，你看！哎呀！你看看啊！哎呀，圆圆果然出息了，住这么大的豪宅，这房子比村长家都大。那可不，这满院的花花草草，比俺那田里石磨庄稼还要金贵呀。都跟上吧，就当自己家啊，随意。哇！哎呀，真好玩！哎呀，我的亲娘啊，这椅子比皇帝的龙椅还舒服。哎呀，哎呀，脖子好痛啊！姐，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啊！圆圆，你可不能让俺空着手回去啊！哎呀，这些呀都不值钱。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会，来的都是贵客，而你们呢，比贵客还要再贵，一会儿都机灵着点。哎。哎呀！奶奶，要我说呀，最金贵的是咱们圆圆肚子里的。小少爷一出生啊，咱们呀就跟你娘俩享福了。怎么，你还邀请其他人了吗？没有，大小姐吩咐过让我低调。你们是什么人？你们怎么敢私闯民宅？现在马上给我滚出去，不然我就报警了。我当是谁呀？这么没教养，想必你就是他们说的小秦总秦可欣吧？圆圆，这女人穿的这么高档，咱们会不会惹不起呀？她呀，就是我一个便宜闺女，平时在公司帮我打打杂。放肆！你要是有妄想症，就去医院治病。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家！哎，你来的正好，正好大家水杯都空了，你过来把大家水杯倒满，并且把大家都伺候好，这些可都是你的贵客。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可是秦氏集团的副总裁，你凭什么命令我们小秦总？我当然知道了，那你想不想知道我是谁？哼，我管你是谁，敢擅闯我们秦家，还敢对我吆五喝六，我已经警告过你了。小李，报警。好。私闯民宅还敢动手，
你们是想把老李坐穿是吗？你想不谁呢？这是我们圆圆家，就你们俩臭打工的，也敢在这咋咋呼呼？他家，你们什么意思？想必董事长还没有告诉你，这整个家，包括整面墙的名家字画，还有所有的翡翠玉石，都是我的。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认识我们董事长？他呀，我跟他熟得很，不然我怎么当你的小妈呢？什么？小妈？这怎么可能啊！董事长他……董事长是秦氏集团的董事长秦志斌。废话，老秦平时总劝我要低调低调，我都低调3年了。正好他现在生日宴，而我又怀了他的龙种，趁现在这时候公布我秦氏女主人的身份，没有什么问题吧？自从那次事故，爸爸就变成了植物人。我时常都会去探望，他怎么可能会跟这个女人在一起3年，还让她怀上孩子？这是秦氏私产，董事长德高望重，我不允许你诋毁他。我们秦家的家事什么时候轮到你这个小瘪三指手画脚了？够了，我从来没有听我爸提起过。玩仙人跳是吧？你的技术还得回去练练。来人！你们干啥呢？我们可是董事长的贵宾，你们就这么招待我们的？没错，我们可是你长辈，就这么对待长辈的。一群神经病！送客！放开！我看你们谁敢动我！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秦董事长的太太，还不快滚！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你小妈？秦志斌，这怎么可能？这到底怎么回事？方圆圆。哦，想起来了，里面有一个叫方圆圆的姑娘。对，特别机灵，是个人才。以后啊，让她到公司来上班。好，是3年前的助学项目，我爸确实提到过她。难道她中途醒过来，还跟他有了一个私生子？这怎么可能？大华基因司法鉴定所，这可是全国最权威的鉴定所。难道这女人真的是大小姐的小妈？看到了吧，这可是我和秦董事长的爱情结晶。等他出生，整个秦氏集团都是他的。你一个女的，靠边站吧！你不是要赶我们走吗？啊，我们可是你小妈的至亲，你跟我们差着辈儿呢。就是，我们圆圆呐，怀的可是龙种，劝你呀，好好伺候着她，到时候多赏你点嫁妆。秦可欣，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只要你乖乖交权，我可以念在你叫我一声小妈的份上，留你在集团打扫厕所。给你交权？打扫厕所？就凭这个伪造的基因鉴定书吗？还是你肚子里的野种？实话告诉你吧，我爸3年前就在国外疗养，怎么可能跟你在一起？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好，我上周刚刚从巴厘岛度假回来，这张照片就是他老人家亲手给我拍的。我身上这件蕾丝睡衣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哎呦，哎，我们圆圆调教男人的本事啊，可是家族基因。爸爸上次去巴厘岛休养，明明只有秦大志知道，他怎么会？秦可欣，你爸可是亲口承诺过要娶我，而且还给了我一份定情信物。你不认我，总应该认识这个镯子吧？欣儿，这是你外婆留给我的，我本想在你出嫁那天再给你，没想到。妈，我要你亲自给我戴上。妈，你别离开我，还给我！这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存它的地方只有我跟我爸知道。你从哪儿拿来的？这可是秦董事长亲手给我戴的，现在已经是我的了。你胡说什么？我不信我爸会把它给你，马上还给我！我管你信不信啊！
告诉你，你爸送我的何止这点东西？别说一个手镯，就是整个秦家也都是我们的。哼，方圆圆是吧？我警告你，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拿到的这个手镯，现在立刻马上还给我！我也警告你，对你小妈客气点，否则……不要！怎么，现在知道服软了？作为一个晚辈，你今天晚上有客客气气对你小妈说过一句话吗？哼，对不起，我错了，请你把手镯还给我。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做什么都可以。好啊，那你叫我一声小妈，我就还给你，怎么样？好，我叫。小秦总，小妈。哎，真乖。既然你这么懂事，那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哎呦！不好意思啊，我手滑了。你妈死得早，不过我好歹也算是你小妈。要不这样吧，你给我当女儿，我不会亏待你的。这个疯子，我杀了你！你这个白眼狼，我好心当你小妈，你竟然对我下死手，你疯了！李特助，报警！好。报警！帮忙了！报警好啊！你这个逆女还敢弑母！我倒要看看警察来了先抓谁。不过在这之前，我要让你知道，谁才是秦家真正的女主人。哼！抓住他！你们干什么？带走！走！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群疯子！劲儿太大了！方圆圆，我秦家曾经还资助过你，你但凡还有点良心，就赶紧放了我。你说的对，秦董事长都把我资助到床上去了，我还怀了他的孩子，我的良知还不够多吗？你胡说什么？我爸根本就不是那种人。男人嘛，都一样。倒是你，马上就要当姐姐了，连我这个小妈都不认。今天我就替你爸好好教训教训你。各位家人朋友们，你们快过来评评理呀！秦氏集团秦可欣，她不仅不认自己的小妈，还想杀人灭口，连自己还没出生的弟弟都不打算放过。你们说，她还算个人吗？口说无凭，你怎么证明自己是他小妈？这年头，什么样的老女绿茶我没见过，还敢碰瓷秦氏，我记你是条汉子！家人们，我和秦董事长是真心相爱的，他想要儿子，我就给他怀了一个儿子。你们说 DNA 鉴定能作假吗？秦氏公章能作假吗？我只是想给孩子求一个名分，我有错吗？搞大人家肚子，穿上裤子就想不认，我第一个不答应。方圆圆，你私闯我秦家，摔我玉镯，还让我秦家颜面扫地，我一定会让你牢底坐穿！哎呦，报应啊！报应啊！你都被网暴了，还跟我顶嘴呢？给他拍照，我要让秦氏集团所有员工看清秦可欣的真面目。放开我！你们这群疯子，你们这是在犯罪！特别好看，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王，
我这来的路上，右眼皮一直在打架，今天到底该不该过来啊？董事长都已经3年没露面，谁知道那女人讲的是不是真的？走走走。董事长，董事长，我们代表集团。救命！小秦总，小秦总，小秦总，你们好大的胆！你们敢这样对小秦总，是不是活腻了？你们来的正好，我刚刚在执行家法，这就是不听话的下场。欢迎围观。你们怎么来了？我不是只通知了。小秦总，我们是接到您小妈的生日宴通知才过来的。他不仅让我们准备寿礼，还让我们扫码整账。董事长不是这么建议的。你别听他胡说，他不过是董事长资助过的一个贫困生，此二人并无交集。他今天突然擅闯秦家，也只是仗着人多胡作非为。原来您和他也不熟，那他还说他自己怀了董事长的孩子。这种鬼话你们也信啊？董事长是什么样的人，你们还不清楚吗？冤枉啊，小秦总！那女人打着董事长的旗号，还有集团的公章，我们也是被蒙蔽了呀。小王，赶紧报警！圆圆，他们又要报警，这可咋办呀？会不会真把我们抓进去啊？我老公就是董事长，有什么好怕的？要报警就让他们去报呗，只要他们能承担得起后果就行。小秦总，这还死鸭子嘴硬，赶紧报警！现在是神仙打架，我们小鬼遭殃啊！万一他真是董事长夫人，我们可怎么办？你们还是不是男人啊？赶紧报警啊！方小姐，小秦总，今天发生的事情，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要不咱们还是坐下来好好谈谈。是小王，你们什么意思？小秦总，您就别为难我们了，不如把董事长请来，是不是骗子一问便知。到时候我们先控制起来，再报警也不迟。对，这什么这？你刚才不是还说让我坐牢吗？怎么现在怂了？既然你们都没有意见，那这些礼物我就先替董事长笑纳了。哇，这么多金条！哎呦，我家狗蛋结婚的彩礼终于凑齐了。这车钥匙都这么花哨，肯定老值钱了。他爹的赌债有人还了。住手！给我放下！这3年来，我为了集团的发展，一直封锁董事长的消息，没想到居然被你这个毒妇钻了空子。现在我是时候曝光这消息了。3年前，董事长因为车祸变成了植物人，一直躺在医院昏迷不醒。你告诉我，他这种身体状况是怎么跟你在一起？什么？董事长是植物人？那圆圆是咋怀上的？怪不得3年没露面，原来董事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秦可欣，没想到你为了不认我这个小妈，找人假扮董事长，还诅咒她是植物人。你不信？好，那我就带你去死了这条心。希望待会儿揭穿真相的时候，你不会跪下来求我。谁求谁还不一定呢。爸，董事长，老公，你们是谁啊？你是谁？我还想问你们是谁呢。秦小姐，不好了！秦先生脑电波突然出现异常波动，出现了严重的颅内高压反应。手术室在哪儿？我现在马上过去。你们看到了吧？秦可欣刚刚还想炸我，
发现自己演不下去了，赶紧找个借口溜之大吉。方小姐，我看这不像是假的，小秦总刚刚都快急哭了。是啊，也不能整个医院都陪他演戏吧？你们懂什么？我和董事长是睡一张床的，他每天晚上都要折腾我好几遍，今天早上都没闲下来，他怎么可能变成植物人？就是，连自己亲爹都敢咒，那秦可欣真是没有人性的白眼狼。各位也都是秦氏的元老了，董事长只是低调，平时不爱露面。秦可欣污蔑他爸成植物人，我看他根本毫无消息。他都这样了，你们还能忍？那方小姐的意思是？那自然是谁行谁上了。只要让我掌管秦氏集团，保证你们每人一份大礼，1份不够就2份。怎么样？我宣布从今天起，撤除秦可欣在秦氏集团副总裁的职务，由我来掌管秦氏。等我的儿子长大后，就由我的儿子继承秦氏。谁赞成，谁反对？这不合规矩啊，方小姐。小秦总毕竟是董事长的亲生女儿。是啊，方小姐，就算你也怀了董事长的孩子，可这集团的管理权也不是说换就能换的。我知道你们在顾虑什么。张总，我听说你弟想进集团法务部，让他明天就来报道，先从部门经理做起，怎么样？王总，你那个亚洲房地产最大项目的计划书，我代表董事会全票通过，你觉得怎么样？你们帮我转告其他人，有什么需求尽管提，我统一审批，过时不候。当然呢，有不同意见也可以提。我会要求全行业封杀，不信就试试看。我支持方小姐。哎呦，都听方小姐安排。一定要照顾好董事长啊！哎呀，小秦总，您来了。秦叔，你怎么在这儿？哎呀，今天不是董事长的生日吗？我就想特意来看看，可没想到却碰到董事长突然病发。院长，我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秦先生的病情暂时稳定，但是什么？出现一件怪事儿。今天上午，秦先生的大脑皮层突然受到极其强烈的刺激，还暂时出现了苏醒。强烈的刺激？应该跟他昏迷中在叫一个人有关。什么？叫什么方还是圆？方什么圆？方圆圆。方圆圆，这怎么可能？我上周刚刚从巴厘岛度假回来，这张照片就是他老人家亲手给我拍的。我身上这件蕾丝睡衣都是他精挑细选的。难道我爸跟他？我爸不是这样的人。秦小姐，方圆圆和秦先生是什么关系？能否请他过来协助治疗？这样秦先生复苏的可能性会提高。好，谢谢院长，我知道了。小秦总，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李特助，去查一下我爸出事前的所有行程，还有通话记录，要精确到秒。方圆圆，我一定会揪出你的狐狸尾巴。小秦总，我今天召集大家来呢，是为我们集团准备上市做策略。你们这是？秦可欣，你不配坐在这儿。王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如今秦氏集团上下都只听新董事长的，你呀已经被免除所有职务，现在就请你出去。是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我秦氏自封董事长？当然是你小妈了。当然是你的小妈了，我的便宜女儿。方圆圆。昨天呢，我说过，今天还来的人，我就默认是自己人了。大家都坐吧。方圆圆，你这是什么意思？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秦氏自封董事长？哼！秦可欣，你别忘了，她可是你小妈。你闭嘴！我爸怎么可能看得上她这种货色？你不认我这个小妈，是我没把你教好。我怎么会生自家人的气呢？我可以留你在集团打扫厕所，工资奖金都不变。我跟你这种冒牌货没什么好说的，赶紧给我滚！秦可欣，你搞清楚，到底现在是谁在无理取闹？你说我跟你爸没关系，那你拿出证据来啊！没错，除非你让董事长亲自来证明，否则就请你出去。哼，你已经被董事会开除了，就不要在这里妨碍我们正常工作了。你们，秦小姐，方圆圆和秦先生是什么关系？能否请他过来协助治疗？难道爸爸真跟这个方圆圆有什么关系？保安，把他给我扔出去！方圆圆，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送你进监狱的。还有你，放开，松手！哼！小秦总，我查了董事长出行前的所有行程和通话记录，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那这个方圆圆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个名字在之前集团对芦花村资助计划的贫困生名单里出现过。这我知道，这个计划这些年一直都是秦叔在负责。难道和秦大志有关？你再去查一下这3年来秦大志负责的芦花村扶贫项目，看看还有什么线索。另外，一定要保持低调，公司还有3天就要上市了，不要再闹出任何负面新闻。是。对了，你去通知一下张总跟王总，明天我父亲的老友神山集团总裁欧阳青要过来拜访。咱们公司上市是借了神山的壳，如果他们还想在这养老的话，就让方圆圆好好把欧阳阿姨供起来。是。圆圆，你现在出息了，可不能忘了我们这些穷亲戚啊！你表弟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下？还有堂哥，别忘了我家耀祖。放心，我现在可是秦氏集团董事长，在古代那就是武则天。明天就让表哥表弟们都过来报道吧，全部年薪100万。哎，太好了，太好了！圆圆，太好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家吃饭啊？来呀，来呀！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没看见我正忙着吗？方董，秦可欣刚才叫人带话说，明天有位重要人物来访，还说他跟老董事长很熟，要不您提前请示一下。跟老董事长很熟？不就是接待吗？这个我会，不用劳烦我老公。秦可欣还说，此人关系到集团上市。秦董事长既然把集团交给了我，那现在就是我说了算。你听不懂人话是吗？那我先下去了。哼，秦可欣，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找来了帮手，还真是我小瞧你了。真大呀！哎呦！这拜我而上，你们谁都别拦着我啊！啊！哎，哪儿来的臭要饭的？赶紧滚出去！我找你们董事长方圆圆，
我是他表妹。啊，几位是方等的亲戚啊？都怪我不长眼，那我现在就去把方等叫出来。你看他刚才那股子嚣张劲儿，提到圆圆，立马就怂了。没想到咱们被城里人看不起了10几年，也能在这高楼里上班了。醒醒，别睡了。表妹、表哥，你们来了。表姐，你可真是出息了，居然真的当上秦氏集团董事长，你可真是太牛了。而且咱圆圆长得是越来越标致了，像大明星似的。最关键啊，是咱们圆圆不忘初心，还记得咱们这些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吗？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那表姐，你打算给我们安排什么岗位啊？他们几个干嘛的？他们几个是集团市场部经理。你有病啊！哼，工作时间聊天打屁，你们被开除了。什么？现在就去财务部结算工资。哼，他们几个人的职位就让我表哥表妹们顶上吧。方总，他们几个是小秦总花高价请来的专业骨干，集团上市需要他们。一个小秘书有什么资格质疑我的决策？秦可欣早就被我开了，再敢提他，你也滚蛋！你凭什么开除我们？公司不养闲人，不懂吗？我们在开会啊，大姐。我们刚给集团谈下了价值2个亿的订单，而且已经连续加班了3个月。你说开除就开除吗？他们一个个初中都没毕业，凭什么顶替我们的位置？凭什么？就凭他们是我的家人。再说了，玩电脑有什么不会的？还有你，谈成订单并不能证明你的能力有多强，是因为你依靠了秦氏这个大平台。方总，他们在行业有一定的影响力，如果把他们辞退了，我们公司的生意也会受损的。同样的话，别让我说第2遍。可是，你搞清楚好不啦？我表姐才是秦氏集团的董事长，你个臭打工的，这有你说话的份吗？表姐，那我要是当上经理了，你打算给我开多少钱？哎，对，圆圆，这低于5000块。我可不敢。部门经理只是过渡，我给你们这个数。啥？1万？1万块钱？这是比我在工地搬砖强。不是1万，是10万。10万！10万啊！10万！表姐，我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你可别骗我啊！我现在就亲自带你们去办入职手续。很好，我们在秦氏这么多年，到头来连农民工都比不上，这狗班我去，老子上够了！随便开人，过河拆桥，老娘不伺候了，我一定去起诉你，你给我等着！我也不干了，我倒要看看，就凭你们这些阿猫阿狗，秦氏到底还能不能上市？哼，我们走！滚！不就是比老子多喝了2瓶墨水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牛逼哄哄的。圆圆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干活。我们肯定干好。姐，爸，你快醒醒！你再不醒过来，秦氏都要散了。什么？我马上回来。方圆圆，你是要毁了秦氏？小秦总，您之前让我联系的国外顶尖的脑科还有神经学的专家麦克博士，已经看过董事长的病历了，很感兴趣，他愿意来为董事长会诊。真的吗？太好了！您之前让我调查的，我发现一些线索。秦大志在这3年的时间，对于芦花村的投资以及对于方圆圆的资助，都是以董事长的名义进行的。
表哥，这工作适应的怎么样了？美女太多了，都看不过来了，确实需要一点时间适应一下。表哥要是喜欢，我让他给你当助理啊？当经理还有这好事儿？你过来，以后你就跟着我表哥吧，负责他的饮食起居。哎呀，我不要。要么按照我说的做，要么滚。方总，神山集团的董事长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什么狗屁神山集团，跟我们秦氏比，连根鸡毛都算不上。可是，如果没有神山集团借壳给我们，我们秦氏集团的上市计划可能就……什么狗屁乌龟壳？我们秦氏集团什么实力，大家谁不知道？不用借也能上市。好了，毕竟谁跟钱过不去呢？先看看他们的态度再说吧。小马，让他们都回去吧，咱们也入乡随俗。欧阳总，这秦氏也太不把我们神山放在眼里了，竟然连个接风的人都没有。你懂什么？这才是实干型的企业文化。如此看来，可心3年内将秦氏的营业额翻了2番，确实不容小觑。走吧。哎，炸4个五，2叉。欧阳总，这秦氏的企业文化，麻烦哪位通报一下秦可欣副董事长？大呼小叫，我刚睡着就被你们吵醒。现在难道不是上班时间吗？你们成何体统？叫你们管事的出来！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这里我最大。你敢打我？你知道我们是谁吗？那你知道他是谁吗？我管你是谁，这是老娘的地盘，你嗓门竟然比我还大，分不分得清大小王？你就是秦氏集团管事的，你叫秦可欣？我不是，你哪位啊？我是神山集团董事长欧阳青，我是专门来找你们小秦总谈合作的。赶紧把你们小秦总叫出来，我倒要问问他是怎么管理员工的。秦可欣早就被我开除了，搞清楚，我是秦可欣的小妈。秦可欣他妈虽然死得早，但我也没听说过秦董再找的事儿啊。别讲那些有的没的了，想跟我合作，把钱直接打我卡里就行，我会让秘书把2维码发给你。你竟然开除了秦可欣，那你们秦董事长呢？让他本人出来见我。合作跟我谈就行了，找我老公干嘛？这么缺男人呢？你疯了？你信不信我一句话，神山集团就断绝和秦氏集团的一切业务往来，借壳上市就此打住。随你便。表姐，你不是说这神山集团总裁是秦可欣安排的吗？还跟老董事长是旧相识，你看看他这副狐媚样，摆明了就是过来勾引你老公的。你过来谈合作是假，想挖我墙角才是真吧？小马，我们走，看来跟秦氏集团的合作要重新考虑了。往哪儿走啊？干什么？回去！放开我！你就是神山集团的副总裁欧阳青，现在认错了，已经太晚了。别动！
没想到我千防万防没防住你这个黄脸婆。说，是不是秦可欣派你过来勾引我老公的？我勾引你老公？难道不是吗？你刚才亲口说要见他，一派胡言！你赶紧放了我，否则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你个老女人还挺能装啊！说，你什么时候认识我老公的？有没有发生过肉体关系？你少血口喷人！我跟秦董事长那是合作伙伴关系，你这些龌龊的想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龌龊？你都找上门挑衅来了，我要是不给你点教训，以后岂不是谁都能骑到我头上来了？你冷静点，大人可是犯法的。犯法吗？你勾引别人老公犯不犯法呀？像你这种骚狐狸精我见多了，小三永远是小三，上不得台面。拿剪刀来。住手！你住手！欧阳总，动！欧阳总，住手！欧阳总，疯子！你们这一群疯子！把他给我押走，等我缓口气，好好治治他。好嘞，走。小秦总，你们俩怎么在这儿？不是让你们去接欧阳阿姨吗？我们在机场等了半天，一直没有等到他人。没等到？按照预定的时间，欧阳阿姨应该早就到了。不好！走，死点！放开！走了。不守妇道的老骚货，一把年纪了还不消停，平生最看不起你这种人。让你犯贱，今天我就为民除害。方圆圆呢？方总好像带着他的亲戚押着一个女人去水房了。什么？你们一定会后悔的！还敢威胁我，还真是死鸭子嘴硬！住手！松开！松开！对不起，欧阳阿姨，我来晚了。秦可欣，你来的正好呢，正好我把你们两个一块收拾了。你要造反啊！你敢打我？我跟你说过吧，欧阳阿姨是我们秦家的贵客，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看我不顺眼，就想找个人帮你一起来逗我。你以为我好欺负呀？别说你是假怀孕，就算你肚子里怀的真的是我爸的孩子，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你少胡说八道了，你才假怀孕！我肚子里的就是秦家的血脉，谁敢动我？像你这样的女人，我爸都不会正眼看你。动手！是我老公打来的电话，你敢背着你爸这么对我，你就等着被逐出秦家吧！我让你净身出户！快接，我倒也想看看你嘴里的这个老公到底是何方神圣。好啊，这可是你逼我的。喂，是方小姐吗？这不是我爸的声音，但也不是秦大志的。你谁啊？董事长他人呢？董事长让我通知你，现在来医院做体检，他在医院等你。还是我老公最体贴我，我现在就过去。松开我！你他妈给我等着！听到了吧？你爸喊我去孕检呢。这根本不是我爸助理的声音。
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那你就跟我一起去医院。幕后主使也在医院，我倒要看看是谁在冒充我爸。去就去。你去吧。没想到方圆圆竟给我捅出这么大的篓子，不过也好，我正好提前收网了。吴院长，该怎么做我都告诉你了，当市长之后答应你的，我一定会兑现。秦先生，包在我身上。我一会儿让你爸好好教训你。求之不得。秦小姐，我正要找你去。院长，是我爸的病情有消息了吗？秦小姐，有好消息。他醒了。差不多，咱们进一步说话。走。秦可欣这个贱人，又在你面前耍小聪明，他就是想拖延时间。董事长不是说陪着您做产检吗？他老人家在哪儿？我们呢，刚好有工作要汇报一下。是啊，如今和神山集团的合作告吹，我们也需要请示一下董事长，接下来该怎么办啊？好啊，正好我也想问问他和神山集团那个老女人什么关系。我老公来电话了。喂，老公，你在哪儿呢？圆圆，你到院长办公室来找我，一个人来就行。什么事儿啊，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董事长要单独见我，你们在这等，把我盯着点秦可欣。圆圆，老公，你不是说要陪我产检吗？干嘛搞得神神秘秘的？还有，你一定要帮我教训秦可欣那个贱人，还有神山集团那个女的。圆圆，豪门内部的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现如今也是时候告诉你了。其实，秦可欣的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她是我前妻跟野男人苟且生下来的野种。什么？秦可欣竟然是你老婆的私生女？没错，当年我一心扑在事业上，没想到这个贱人竟然给我戴绿帽子。再后来，他们母女就联合那个奸夫，一步一步蚕食我的公司，最后竟然把我给架空了。现如今的秦氏集团，不过是一个空壳子。老公，没想到你受了这么多委屈。那之前秦可欣说的那个植物人是怎么回事？啊，那个植物人其实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他如今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保住他的命。原来如此，怪不得秦可欣那么嚣张，怪不得他不认我这个小妈，原来她就是个鸠占鹊巢的私生女。老公，那之前这些事儿，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呀？豪门的内部斗争，有的时候是你死我活的。你这么单纯善良，更何况你怀了我的孩子，我是真的不想把你也卷进来。可是我是你的女人啊，而且这几天我把集团管理的井井有条的，我可以帮到你的。圆圆，你真的愿意帮助我吗？哪怕受再多的委屈，也要夺回本就属于我们的一切。老公，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好，你虽然已经伤了秦可欣的一些元气，但他的势力在公司里仍旧盘根错节，想要扳倒他，过几天的扶贫培训会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机会。老公，我都听你的。好，圆圆，有你真好。秦总，我们对董事长的病情做了一个评估，他已经有着很强的复苏迹象，这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积极的信号。那我爸他能彻底醒吗？毕竟脑部受损是现在的医学难题，想让他完全苏醒恢复到以前可能性不大。但是好消息是，现在世界上有一种新型的特效药，它的临床表现非常成功。有一种肾上腺红的特殊分子，可以帮助细胞重构，从而刺激脑细胞的再生。新型特效药？那麦克教授为什么没有提过这种药？他可是这方面的权威啊。因为他太保守了。我说的这种特效药
确实有一定风险，但是结合秦先生先前的数性迹象，我担心不趁机干预的话，恐怕会永远错失机会。什么？你的意思是，我爸永远清醒不了了？病人长期不运动，肌肉和各个器官都会退化。好，我同意。吴院长，那个肾上腺红在哪儿？这就是治疗方案最棘手的地方。肾上腺红非常特殊，只能从婴幼儿的体内直接提取，活性才足够。前提是孩子和患者必须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妈妈走得早，我是个不婚主义者，爸爸又昏迷不醒，还有什么直系血缘？难道我爸真的没救了吗？院长，这个方案恐怕行不通。谁说行不通了？方圆圆，你来这儿干什么？这不欢迎你。我刚刚可是都听到了，你不是要找直系血缘婴儿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难道他肚子里的孩子真的是？不，绝不可能。咱俩之间的账还没算完呢吧？我怎么救我爸那是我家的事，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肚子里怀的就是他的孩子，什么叫与我没关系？你胡说什么呢？你这场荒谬的戏还要演到什么时候？我爸已经昏迷3年了，他怎么可能跟你还有个孩子？大华的基因鉴定你不是都看过了吗？不信是吧？好啊，院长也在这儿，你敢不敢让院长在现场亲自给你做一个孕期亲子鉴定？秦小姐，这……好，这可是你说的。如果检测结果出来证明你在说谎，那你自己去警局自首。好啊。什么情况？院长，请走。化验结果出来了，根据我们对胎儿羊水细胞与秦董事长血液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生物学父子关系的可能性高达99.99%。好。圆圆，你放心，吴院长很同情我们的遭遇，他站在了我们这一边。我爸这几年从来没有清醒过，他怎么可能？怎么样，没话说了吧？现在想要救董事长，就只有我肚子里的孩子，这是你唯一的希望。这么多年，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无论如何，必须救我爸。小妈，求求你，救救我爸！小秦总，之前还不是那么嚣张吗？现在还不是得求表姐？那老话咋说嘞？这就叫邪不压正。哟，堂堂小秦总也会求人了？之前在家里在公司的，你不是挺嚣张的吗？那都是误会，我现在向你道歉。只要你肯救我爸，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做什么都可以。好啊，那我要你在3天后的培训会上放弃秦氏集团所有的一切，净身出户。集团为了这次大会筹备了半年之久，上市失败已经损害了公司的利益。如果现在我再宣布退出，恐怕一个虚名比你爸的命还重要吗？好，我答应。还有一件事，我要你当我的贴身女佣，鞍前马后，端茶倒水，随叫随到。好，只要你答应救我爸，你说什么我都答应。小秦总怎么穿着佣人装啊？怎么还跟在方圆圆的后面？我也不知道啊。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小秦以后就是我的贴身女佣了。
小琴，我说的对不对？是，从今天起，由我负责方小姐的日常起居。小琴，我鞋有点脏了，给我擦擦鞋。怎么回事？这是方圆圆，你别太过分。哎呦，估计我突然肚子好痛啊！是不是你威胁我，被你弟弟听到了？不好意思呀，我没看到你手在哪儿。方总，这下你满意了？凑合吧，去给我买一杯杨枝甘露，3分糖，不加冰。是。小秦总，集团上市失败，得罪了神山集团，连带着合作方集体撤资，员工也走了大半。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要破产了。当务之急是要挽回秦氏的市场形象，明天的慈善大会绝不能出半点差错。方总，那明天的慈善会，这不是你一个佣人该操心的事情，你只需要到时候乖乖说出你的好消息就行了，没有别的事就出去吧。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毁掉爸爸奋斗一生的心血。喂，李特助，什么？好，我现在马上过去。老公，你的这个私生女可真是个大麻烦啊！这个麻烦很快就会被解决掉，多亏了你，我的小心肝儿。哎呀，老公，人家还怀着孩子呢。没关系啊，多生几个，有时养不起。哎呀，老公你讨厌！你说吴院长早就跟秦大志勾结在一起，连所谓的特效药都是他瞎编的。没错，我已经跟美国方面确认过了，根本就没有这种药。还有这些，这是秦大志和这个吴院长所有的资金往来，包括亲子鉴定，都是假的。好啊，吴院长，我爸之前带你不薄吧，资助你做学术研究，把你推上国内顶尖专家的位置，你就这样过来反咬他一口，甚至还想害死他。来人，把他带走。小秦总，没事吧？李特助，麦克教授那边怎么样？麦克教授已经商讨出最新的手术方案，正带队前往京海，现在立刻就可以给董事长进行手术。太好了，老爷子有救了。秦大志、方圆圆，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哎，记住啊，今天的培训会关乎到我们村里能不能今年彻底摘掉贫困村的帽子，务必给我打起12分的精神。哎，来了来了！挺好的。他们是谁呀？哎，你们谁呀？葛大爷，我是圆圆啊。哦，圆圆啊！自从秦氏集团资助你之后，你就再也没回来过。这么多年过去了，真是大变样啊！一看就出息了，以后啊，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乡亲呐。葛大爷，各位乡亲们，其实我今天来芦花村，你看是想求大家帮我一个忙。好整整。圆圆，你是不是遇到困难了？尽管说，都是一个村的，我们能帮的一定帮。我要在培训会上揭穿秦氏集团副总裁秦可欣的真面目。圆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是说要我们去对付秦氏集团？乡亲们，葛大爷，秦可欣他就是一个强盗。当年他趁着秦董事长一心扑在事业上，忽略了家庭，就联合自己的亲生父亲，把真正的秦董事长架空，霸占了整个秦氏集团。你说的秦可欣不是董事长亲生的，圆圆，你这说的有证据吗？不瞒大家了，其实当年秦董事长和他妻子离婚后，我们便走到了一起，这些都是秦董事长亲口告诉我的。我肚子里现在已经有了孩子，这才是秦董事长真正的血脉。
你们看，秦可欣真是个白眼狼。秦董事长心善把他养这么大，他竟然想鸠占鹊巢，真不要脸！不仅如此，秦可欣怕我肚子里的孩子威胁到他，不仅说我的孩子不是董事长的，而且还逼我打掉孩子。你们说，一个母亲，谁能容忍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我表姐说的没错，我还亲眼看见了，秦可欣一直打我的表姐。为了孩子，我表姐一直在忍让，实在是太过分了。我们芦花村容不下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求各位乡亲们帮帮我！然然，你说的我们都相信，可我们只是一群农民，能怎么帮你啊？只要大家在培训会上按我说的做，让那些股东们不再相信秦可欣，我就有机会夺回集团控制权。可是这些年毕竟是他资助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啊？我答应大家，只要帮我夺回集团控制权，以后芦花村每人每月都可领一份补助金。你说的都是真的？当然，葛大爷，我就是芦花村出来的，还能亏待大家吗？好，然然，我们帮你，希望你也能说话算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秦氏集团联合政府的芦花村扶贫培训会现场，省政府王书记和秦氏集团副总裁秦可欣都已到达现场，等待着村民们的到来。据了解，近期秦氏集团陷于小三携子逼宫丑闻，公司形象接连受损。秦氏集团能否借此次培训会挽回形象，让我们持续关注。王书记，对于此次培训会，你有什么看法？秦氏集团长期资助芦花村，这次的培训会更是筹备了半年之久，这是利民的大好事啊！我代表江省，代表芦花村村民，感谢秦总。这是我们秦氏应该做的。村民怎么还没到？不应该啊，时间我早就通知下去了，这点应该到了。来了。方圆圆，我还没找你算账，你还有脸来这儿？我有什么不敢的？别忘记你答应我的，还是赶紧向书记还有乡亲们解释清楚。我有什么好解释的？你竟然敢说话不算话，那你可就别怪我了。秦可欣，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竟敢利用我们！利用？我们集团帮扶芦花村，哪一次不是真心实意？何谈利用？呸！你干的那些恶心人的勾当，我们都知道。王书记，你帮我们做主吧。什么勾当？我秦可欣做事向来光明磊落，你给我把话说清楚。没错，村长。秦副总多年来坚持扶贫芦花村，这些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书记，您有所不知，秦可欣之前给村民发福利，带村民体检，全部都是假的，体检都只检个表面。因为这个，有的村民耽误了病情，最后病死了。什么？但是最后，因为秦可欣关系硬，强行把此事压了下去。我的孩子，都怪秦可欣，要不是你用假的体检报告糊弄我们，我的孩子就不会死。领导，可为我做主啊！还有这样的事？除了这些，还有之前给我们修路，他也是为了封我们口，包括这次培训会，他也是为了挽回公司形象，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聘请专家。村长，话可不能乱说呀！我们集团为了这次的大会，提前筹备了半年，这个你应该最清楚。秦可欣，你如果真想给芦花村扶贫，直接每家每户发一笔钱不就完了？还办什么培训会？就是啊，还不是为了一己之力？你们懂什么？一味的施舍是摆脱不了贫困的。秦氏集团是为了让芦花村的每一位村民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致富。说什么场面话呢？秦可欣，
这次培训会你会不会宣传出去？我做了好事，为什么不能宣传？大家都听到了吧？他自己都招了，还敢说自己是为了村民？方圆圆，我忍你很久了，今天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今天你的好日子到头了。你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蠢货。你什么意思啊？你想造反啊？你别忘了，你爸只有我肚子里的孩子能救。是吗？那你现在可以滚了。好啊，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做，我敢保证你这辈子都别想在医院看到你爸醒过来。那你可以试试。好，我现在就打电话。3、2、1，怎么后悔了？你刚才的硬气呢？方圆圆，你就凭着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作威作福。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父亲的。你胡说，那报告上面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报告可以伪造，人心可以收买，但你不要以为你跟秦大志的肮脏事可以瞒天过海。方圆圆，你们就等着牢底坐穿吧。秦副总，哼，你还是把你刚才说的话留给你自己吧。秦大志，秦大志，各位领导、乡亲们，我手里有证据可以证明，刚才方总说的话都是真的。我手里的这份文件，就是因为相信秦可欣宣称的体检福利，最后被耽误了治疗而去世的那名村民的诊断报告，以及当时的体检证明。王书记，您看一下。书记，给您。这些都是秦可欣的一贯伎俩。不信，你们听。要不是为了拿到城南的那个项目，我们也不会花那么多钱给芦花村的那群穷鬼修桥修路。那个项目是政府管控，我们要不做样子，政府怎么回拨给我们？都听到了吧？还是老样子，随便糊弄过去就行。你最好跟我们好好解释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口口声声说我跟我父亲串通一气，利用你们，但这10几年来的帮扶你们只字不提，现在更是恩将仇报。你们一个个良心何在？秦可欣，你少给我打感情牌！你不过就是你妈跟奸夫的私生女，还妄想夺走我们圆圆的产业呀！没错，只有我表姐肚子里的孩子才是秦氏集团真正的继承人。她肚子里的孩子不可能是我父亲的，因为在3年前的扶贫项目里，我父亲不幸遭遇车祸，至今昏迷不醒。你少胡说！当年我们见过董事长，这位就是秦氏集团的董事长。他不过是我们秦家以前的司机吧？秦可欣，铁证面前你狡辩不了，就想把脏水泼给别人是吧？我们都是有证据的，你能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吗？谁说我没有证据？这个是秦大志在我们家做司机期间的劳务合同，还有转账记录，是真是假，你们去警察局一验便知。不可能，秦可欣说的是假的，他的证据也肯定都是伪造的。哎呀，都怪我一心扑在工作上，要不然也不会给各位领导和乡亲们带来这么大的困扰啊！秦可欣，你可以不承认我是董事长，甚至还可以伪造这些证据来污蔑我都不怪你。但是乡亲们是无辜的呀，你的良心呢？没错，我们这群人都亲眼见过董事长，更何况你利用我们害死村民也是事实。我们就是老实本分的农民，经不起这些资本家的折腾啊！是啊，村长说的没错，我们不会接受黑心资本家的资助。秦总，这些举报我们会上报省委，成立专项小组进行调查。
贵公司今年的优秀企业评比就先取消吧。王书记，王书记，秦可欣，培训会被你搞砸了，集团又陷入了人命丑闻，我看你怎么跟集团的股东们交代。都是你们两个搞的鬼，方圆圆、秦大志，我不会放过你们的。乡亲们，给我抓住他！像他这种吃人血馒头的人，根本就不配成为集团的领导者。哼！哎，抓住他！干什么？哎，别动！你放手！放开我！放开我！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启动地平脉冲，强度从1毫安开始递增。医生，颅内压突破临界时，收缩压降到70了。预备开颅，肾上腺素1毫升静脉推注，通知体外循环队伍待命，一旦出现脑疝，立刻转机。最近的传闻，想必大家也已经听说了。今天召开股东大会呢，就是想确认一下新任董事长的位置。为保公允，我特意请来了记者媒体，全程记录，以防万一有的股东会觉得我们母子势单力薄。秦可欣搞砸培训会，让集团陷入人命丑闻，他德不配位，我要求罢免他在秦氏集团副总裁的职务。方总，公司董事长的位置就不算小秦总，也轮不到你吧？你连公司的股份都没有。没有什么？可别忘了，我肚子里是董事长的亲生骨肉，他秦可欣就是个冒牌货。今天我一定要参加董事会，参与所有决策。方总，董事长的任免需要全体股东的表决，哪能说改就改？表决？那正好啊！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大股东，我们现在就表决，同意我成为新任董事长的人，请举手。不能举手！方圆圆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父亲的。什么？可欣说的是真的吗？别听他胡扯，他就是垂死挣扎，我可是有亲子鉴定的，你们不是都看过了吗？张总，还有什么意见吗？那表决继续吧。放开我！醒了，醒了！董事长，那你先注意休息。秦总，不好了！方圆说肚子里怀的是您的孩子，这段时间在公司里胡作非为，还要罢免秦总成为新的董事长。什么？方圆圆？那个贫困生？他什么时候怀了我的孩子？秦总这段时间一直在让我调查，秦大志在您昏迷这段时间一直冒充您的身份，到处招摇撞骗。方圆圆相信了他的身份，和秦大志搞在了一起。她怀孕之后就一直在公司里面胡作非为，现在还有蝎子上位。什么？李特助，可欣现在在哪儿？小姐，因为方圆圆和秦大志的陷害，搞砸了龙华村的扶贫培训会，现在公众对集团一片骂声。方圆圆更是借此机会想要推选新的董事长。快，小李，我们去公司。1、2、3，目前是3票同意，还差1票，能达到2/3多数。不能去！方圆圆她就是个祸害，她跟秦大志私通在一起，想要把集团占为己有，就连那个鉴定报告怎么可能会作假？秦可欣就是想要诬陷真正的秦氏家族继承人。大家再耗下去，股价还会再跌。只要同意我成为新任董事长，每人股份占比增加3%。增加怎么干啊？不能同意。我同意。已过半数，我宣布。给我停下！给我停下！董事长，董事长爸，你醒了。
董事长，不可能！董事长，他怎么醒了？他是假的，大致都跟我说了，他不过是秦可欣那个早死的妈在外面养的奸夫。秦可欣也不是董事长的亲生女儿，是你和那个贱人在外面生的私生女。方圆圆，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谁才是那个冒牌货！你敢打我，老公？他都这么欺负我了，还不快帮我教训他！方圆圆，你说他是你老公，怎么回事？您丈夫不应该是这位吗？没错啊，他就是我老公啊。这个人分明就是秦可欣那个不要脸的妈在外面找的姘头。老公，你就是太善良了，才会让这个贱人这么嚣张。哎呀，闭嘴！哎呀，可恶！闭嘴！差一点我就成为董事长了。董事长，大小姐，我也是一时糊涂，我错了。不对，是他勾引我的，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老公，你说什么呢？你不是才是秦氏集团董事长吗？放屁！这位才是我们董事长，而你旁边那位不过只是个司机而已，叫秦大志。怎么可能？秦总，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哎呀，方圆圆，我早就告诉过你，我爸只是住院疗伤而已，是你非要一意孤行。哎呀，害得公司到今天这个地步。我说过，就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怎么可能？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才是董事长吗？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董事长了？当时是你送上门的，我就想跟你玩一玩。下这么大雨，瞎折腾什么呀？我自己就能进去吗？这么贵的车，那他一定就是秦董事长了。请问是秦董事长吗？啊，我是你资助的贫困生，听说你来的消息，特意过来表示感谢的。我是秦董事长。哎呀，下这么大雨，冻坏了吧？上车，咱们换地儿聊。啊。秦大志，你骗我！我不可能，我就是董事长夫人。你们俩还真是天生一对呀！一个妄想做我后爸，一个想做我小妈，你俩真是合得来。不可能，我分明就是董事长夫人。如果他是假的，那之前那些，难道也都是假的吗？没错，你被骗了。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冒用我董事长的身份扶贫，包括私藏民宅，挪用公款，接受贿赂。没想到，在我昏迷的期间，竟给你们留下了为非作歹的机会。秦大志，你个穷司机，你敢骗我！当初明明是你先勾引我的呀，你自己想卖身嫁入豪门，怎么怪到我头上了？秦大志，我跟你拼了！滚开！啊，董事长，董事长，多缺的事跟我没关系，我什么都不知道啊！都是他指使我的，董事长。秦大志，董事长，就是秦大志指使我篡位的，不是我。现在把锅都扣在我头上，董事长，不是我，是他指使我篡位的，不是。够了，秦大志，你跟了我20年，得到了很多的优待，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还有你，我扶贫让你上大学，就是想让你堂堂正正的做人，没想到你竟搞歪门邪道，
竟敢用身体想一步登天！我已经报警了你们陷害秦氏做伪证，诬陷他人，种种我已经交到警察了。你们俩呀，谁都跑不了。来人，把他们给我带下去！董事长，你饶我一次吧！董事长，你饶我一次吧！我不敢了！董事长，去拿治你个臭死鸡！各位，我秦志斌只有唯一的女儿秦可欣，她为了我和公司呕心沥血所做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就说小秦总今后秦氏集团他是唯一的继承人。秦董，之前我们是被方圆圆蛊惑，误会你们了。这培训项目的事儿，培训项目，李特助已经跟我说了，我们秦氏集团10年如一日的去支持你们芦花村，但是你们忘恩负义。今天我宣布终止对芦花村的赞助并且以后永远停止对你们的赞助。这误会啊，我们也是被骗的呀。请离开吧。这次小秦总也是因祸得福了啊！真感人。爸，你终于回来了。可欣，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以后啊，爸爸就在你身边，不会再让你受各种委屈了。唉。